赖清德开始团结十蒋哈，那被认为是为了罢免来催票了。朱立伦说，那团结什么？团结他个人的权利哈。卢锡燕说呢，你希望总统能够与时俱进嘛？现在全世界对不对？以色列跟伊朗打仗哦，然后呢，能源问题、经济问题、物价问题、民生问题、美国关税问题，一大堆少子化的问题，这个诈骗横行的问题，一大堆问题。你到底焦点对不对啊？哦，你那有没有你有没有是不是活在平行空间呢？那大讲股昨天从那个什么长毛象讲了45分钟，国民党说啊，你这么柯建銘上阵，柯建銘现在也喜欢讲股嘛，在立法院什么啊，从盘股开天开始讲。那呢学者呢是说了哈，说呢赖清德有失去总统高度，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就是替罢免来加温嘛，对不对？就柯建銘讲的嘛，你赖总统也会下来，所以看起来就是这样嘛。哦，你只是用不同的角度分进合集嘛，啊，所以呢认为说赖清德是大罢免、大清算。希望把在野力量呢干掉，希望能够国会权力再拿回来。我们看一下，我从历史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啊，台湾自古以来就有独立的生态系哦，还有看到长毛象哎。总统赖清德团结十讲第一讲，赖医师化身赖老师，从长毛象盘古开天开始讲，说到台湾近代史、旧金山合约，批评中国曲解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要证明中共从未统治过台湾。但提到国家名称，却说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台湾跟台湾都可以是国民。赖总统团结宣讲的第一天，反观美国发起午夜重锤行动，摧毁伊朗境内3座核设施。总统府22号下午2点10分发出声明，声称都有及时掌握，但阑尾大酸，赖清德还在盘古开天。全世界都在关心整个世界这样的纷乱的情势，结果他竟然能够盘古开天了，在那边讲长毛象犀牛的化石。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坦言，看完总统的演说，空洞到不知如何吐槽。通篇讲完以后，盘古开天，空洞到让人家不知道该如何吐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民进党另外一方面又在全国各地号召全体的党公职人员继续启动大罢免。赖清德总统说一套做一套的手脚，我相信已经清楚的被台湾人们看破了。7月26号大罢免投票前才启动团结十讲，难怪在野质疑两面手法，说一套做一套。跟你改，来陈委员，对啊，这个赖总统这个我个人觉得赖总统讲这些话那当然不是团结了但是比较严重的一点，他就是很执着，大家看到吗？他的这种台独思想非常执着，所以实际上让人家很担心了就是说，当然前一阵子是因为可能美国的压力在520的时候不好意思说什么就不提两岸关系。那现在这个他是说出他心里的话了，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民进党之前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教育嘛，在20年前先改课纲，让大家把这个以前我们学的这个什么唐宋啊，这个汉皇武帝啊，或这些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以前学的，先让现代的小孩子不懂，就让他切掉，说这些都是外国史跟我们没有关系，先改历史嘛课纲，然后现在改的是文化，还有民族文化上来讲，它就是要。其实文化部在做的事情就要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在做。就如果是你做的是有关台湾文化的明日公祭啊，什么什么那种补助，不管你票房好不好，给你很多钱补助。但是如果你是可能讲比较大中国主义、大中国思想，绝对拿不到钱。这是用他的资源来转个整个文化嘛，这个是文化部之前做的事情什么黑潮啊什么这些。那现在总统在进步了，他进步做的是一个民族，因为你看大陆之前在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陆有一阵子不大讲这个国家嘛，不讲国，因为他想说要融合，就用民族这种比较软的东西来讲，所以讲中华民族嘛，说大家同一个民族伟大复兴什么点点。好，结果现在那个赖清德就是要告诉现代的人还有下一代，我看下次还会写到那个课本里头，就是说。我们不是中华民族，我们是南岛语系。那我们对他就是在做的。我们现在笑是因为我们受的教育，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受的教育是那个教育。你不要笑等20年后，他如果这样写入课本以后，20年后所有的小孩子都会说他是南岛语系。真的，这个他现在做的是有系统式的改变整个人的想法。就是以前做教育嘛，历史啊、文化啊，然后就开始就断根嘛，断整个跟中国大陆有任何关系的根，他就给你切断。他的工作在这里。民进党天天说要母语嘛，还我母语，对不对？
那就以后小学都教那个南岛语，就每个人会讲南岛语算了嘛哈，就变成这样嘛哈。我觉得他根本不是团结十讲，哦，他这是变成独立建国十讲。这个孙中山当时呢宣扬三民主义的讲，他只是现在叫做团结。那我有点因为我是金门人，我一定要特别讲一下，因为他说台湾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台湾马关条约割过去嘛，就是割掉嘛，这个清朝割给这个日本嘛哈。但是那时候金门也没有被割啊，金门还是属于，因为日本殖民台湾殖民好像50年多久嘛，蛮久的嘛，后来不是光复才回来嘛。金门没有啊，我们就是一直属于中华民国啊，清朝以后就是民国啊。我们最近还要庆祝建县110年，我们就从民国第1年到民国现在100多年，也都是100多年了，也都一直在中华民国一直在金嘛，都一直在金门上面啊。所以我常在想说，他讲这个台湾的时候，他说国家民主不重要，我是赞成啊，要叫什么台湾台北，你要叫整个国家叫金门国，我也可以接受，我更高兴啊。但是不管叫中华民国叫台湾国叫什么国，这的确是不重要。但问题是，当你讲台湾的时候，你又说你的历史，因为蔡英文那时候在国庆日也是这样讲的，双十国庆也是这样讲，就说只有他们都从38年、39年以后开始算这中华民国的历史，前面就切掉。那我那时候就很痛苦啊，我说那前面那些年呢？那是台湾岛开始回到中华民国的历史没错啊。那你要现在叫它台湾国哈，从那时候开始独立建国，那我们以前算什么？金门岛算什么？所以我现在很不满，就是这件事情啊。他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是民党常想要割裂金门，就是这样子、啊。真的、啊，因为觉得我们就是跟中华民国几代连在一起啊。少康兄刚才一直提到的是说台独十讲，我说这个是远期目标了。现在渐渐大罢免十讲，大罢免10讲了，这第1讲了，对不对？这第1讲了，大罢免10讲就开始讲了。时间多巧合嘛？对不对？时间多巧合，他就是大登场嘛，就是老柯讲的。所以你注意看到老柯，你不要看到疯疯癫癫，都是有目的。他是何等聪明的人啊！真的何等聪明的人，他早就算计了，而且让这个赖总统这个时候大登场，第1场就讲这个，然后讲的什么长毛文化啦，然后呢就讲到什么，老实讲就是数典忘祖嘛，查一下，我们都信赖的，我查他的一样嘛，就漳州。福建漳州平和县嘛，怎么是南岛人呢？怎么是呢？你就看出谱啊！福建南岛人啊，福建南岛人，对，你拿你讲，就是这个到底的真的数典忘祖。好，那我要强调一个是，为什么是大罢免？他现在等于兵分2路，第一个有他一直讲台独的东西，台独听你讲的就送，但是另外一个萧美琴。前几天接受专访，说什么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啊？你看到兵分2路啊，把你吃得死死。老实讲，我们要很紧张啊，我们31个上断头台的要很小心呐、啊，真的是这个东西稍不小心头就被砍掉了。这个真的，大家记得一定。7月26号一定要出来投票啦！就是这样子，压力很大。赖清德现在是柯建铭上身了哈。不过柯建铭盘古开天讲还没有从长毛象那边开始讲，赖清德比柯建铭还真的是很厉害哈，真的有学问，还厉害哈。不过现在你看，这时候出场，这不就印证了当初柯建铭拆穿了赖清德的这个谎话吗？他不是讲说最后压轴的时候就是我们赖清德总统登场吗？不就是所谓的这个10讲吗？可是大家一定有注意到，你这个10讲用团结做名，可是你一边在讲团结的时候，一边在做什么？大罢免大罢免是要送人家上断头台的，对不对？那是一个对立，是一个撕裂，那是一个多严重一个事情，所以大家都会讲说，你总统。团结的象征，可是你嘴巴在讲这个团结的时候，你做的是大罢免。你现在跟曹兴诚、跟柯建铭，然后都在一起，甚至我都要提醒哦，这一招以前用过哦，就是总统泰带着他的行政团队，他说叫什么大宣讲，是不是？就大宣讲上面那个王一川这边唱歌大罢免有没有？然后那个刘世芳他们这边讲台湾力啊，中国贵在那边讲这个大罢免。赖清德这个不就是那个总统那时候翻版吗？哪一天说王一川站上去了，然后刘世芳要上去骂人，大家不要太压抑。现在重点是什么？现在重点是赶快总统回来。现在经济真的很重要。我刚刚讲的，光是一个以压战争，我们那个油上涨，有物价上涨，有通膨，要怎么去因应？多一点经济牌，少讲一些历史。对，我觉得赖总统他身居高位，一定是有看到台湾现在所面临的难题。那希望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能够让大家理解台湾的困境。所以从之前的这个跟在野党领袖的国安的这个简报，
到现在的国安10讲，其实也就是希望在现在这个全球局势非常纷乱的情况之下，能让大家了解到台湾现在所面临到不管是中共的侵扰，或者是台湾内部所产生的这些问题。那我觉得听起来赖总统的演讲都是多数台湾人民非常能够认同，而且非常支持的。尤其刚刚玉珍委员也认同说，台湾不管叫什么名字，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嘛。我们不管是叫这个中华民国台湾，或是台湾这个应该是大家都能够认同而且支持的。中华民国立委不可能不认同不支持嘛。而这个长毛象南岛语确实也是台湾原住民，不认同啊。台湾原住民族的这个发源就是南岛语，还有达悟语，这个也是事实啊。我们台湾人也要知道自己原本的这个台湾岛上原本的原住民的祖先原住民的祖先，为什么叫原住民？就是最早的在台湾居住的这些人嘛。我们是其他人类，其余人口，其余人口我们尊重原住民，尊重他的语言，尊重他的文化，尊重他的这个传统，这叫尊重的了哈。那但是我说，你如果讲真的要尊重，你把土地都还给人家。是啊。原住民天天讲说你抢我的土地啊，人家本来好好的，对，你把他赶走了。然后呢，赶到山上去了，你把人家土地都霸占了啊！所以原住民天天跟你争这个。我们去年要进法补偿，今年要进法补偿，民进党全部反对啊！你们是都那个尊重原住民，照顾哈，还是我们强力要求的？对啊，预算卡住哎，休息还再回来，对不对？进法补偿。好，现在大罢免呢，这个很热了哈。那国民党当然这些委员的紧张哈。那原来黄旅现在关起来，本来我以为黄旅起诉就放嘛，他有没有犯什么滔天大罪？很多那种诈骗犯啊，骗很多钱，什么都交保了，黄旅还继续压。那因为黄旅压起来，就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的议会的议长戴信就代理主席嘛哈。那所以传出来说他倦勤，说要辞职，他驳斥，他说没有了，虽然现在没有资源了，说因为呢，选罢法是暧昧不明的，选罢法规定选举可以募款，罢免就不能募款，所以委员本来罢免他应该可以募款，可罢免还不能募，我去翻选罢法也模模糊糊，因为没有想到会这样的罢免嘛。选罢法都是讲你选举的时候不能这样或怎样的什么规定，谁去想到罢免呢？谁去想到大罢免呢？也许个别1-2个有罢免，怎么搞得30个就被罢？全世界没有这种情况你不信你问问 AIT 看有没有那所以呢，这个戴喜庆就是他并没有倦勤了，他说只是呢的确资源不容易就没钱嘛那另外呢，这个戴喜庆也说24个国民党委员现在被罢1个都不能少如果大罢免成功，韩国瑜、蒋万安不保，因为韩国瑜在立法院就不过半啦那蒋万安呢下次选举有问题了，表示你看你怎么会台北市选区都变成这样了？那另外罗志强说1.6，他只1.6%，所以1.6%在民调上其实是误差范围之内，所以其实没有差，所以55%那另外呢，这个朱立伦说希望支持者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现在说每席蓝委都危险因为没有人敢讲自己有把握了，真的没有人有敢。你现在在旁边讲风凉话可以，你真的自己被罢，你就想说8件事故心茫茫，敌人在哪里也不知道而且呢，支持者在哪里？支持者是不会出来投票，不知道嘛所以呢，就要投朱立伦呼吁大家出来投不同意罢免票了那柯建铭就是大罢免大成功而且呢，这个如果能够31席都罢掉，就是要大成功；罢到10到20席的中成功，绝对不会只罢6席，因为民进党要罢掉6席，然后呢6席都补选成功，国会就过半了不过平常说实在的你问我觉得只要罢掉国民党6席成功，你再罢16席、26席、36席没有差了。国会就这样，一旦像尤其内阁制国家，一选举过半就过半，不过半就不过半了。什么多一席少一席又怎样了？打架就是反正输了嘛，其实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这个只要罢掉6席，其实民进党就是大成功了。什么31席的大成功另外呢，这个因为柯建铭常讲嘛，说罢免很可能在7月26号所以呢，就怎么搞的就7月26号呢？
哦，难道你是中选会听你的吗？柯建铭说，用选办法可以推估，哦，也不一定啊，选办法推估还很多。那个李进勇不是讲吗？有6个周末都有可能啊，哦，那为什么就刚好726呢？哦，就被那个柯建铭讲对呢哈。那另外呢，罢免团体他们现在找到有15万7、8千票，加起来15万7、8千票，也是有问题的啊，也是不合的啊，有死亡连署啊，有这个伪造文书，有一大堆，为什么没查他们呢？哦，为什么只抓国民党到现在为止先？这些地方党部主委啦，或是领衔人啦、召集人啦，哦，要不然就是约，要不然就是收，要不然就是关，就这样哦。那这个民进党是不是要办大型造势？吴思瑶说，中央会协力规划中，他民进党都不讲自己办，都是民间团体办啊。那另外呢，因为刚刚讲超过15万份嘛哈，所以罗志祥就问是，那要不要去搜查民进党这些人呢？党部要不要查一下看呢？到底怎么回事呢？哦，那最高有2成都是灌水的，哦，不是1、2件啊，不是啊，哦，你自己想想看嘛，那这将近16万啊，对不对？一共这个20几个人，31个人，哦，30没有都成了，你就算是16万除以30，一个人5000啊，也是很多啊，哪有少呢？不少啊，那都可能有人2000，也许有人8000啊，哦，等等哈，你的这个罢免的不合理在哪？比如说洪孟楷得票15万8吧，哦，15万8是全台湾最多的，罢免他只要9万6就罢免了，三分之二就可以罢掉啊，哦，这是不合理的，但是现在就是这样规定了，人家本来也没想到你会这样大规模搞，但是民进党就钻到巧门，钻到法律的漏洞这样搞，我们看一下。国民党北市5位立委合体区联防成立客家后援会，全力反罢免。我刚才一进门哈，主席就考，他说王宏威你会不会讲客家话？你看他刚刚在摇头，讲太烂了，是不是？蓝营双北周末大型造势活动满满，如今更成立全台首个后援会，用超越选战的规模来打罢免这场仗。精确来讲，应该是超越选战的规格，打一场罢免战比打选战要艰困辛苦的多得多。不过面对7月26号倒数1个月，却传出北市党部代理主委议长戴锡清在党团大会上透露，有些眷情想请辞，加上原先本来就答应党中央只代理2个月，根本没有确定这件事情。那现在因为继续延压，所以我当然就必须代理主委下去。随着主委黄女进入延压3个月，但原先是党部的粮草几乎由黄女一手包办，现在反罢热战，市议员必须职务捐，就传出有资深议员抱怨，更凸显北市党部资源不足。的确是一个考验，但是我们会全力以赴。面对大罢免，蓝军全面热战，但3军未动，粮草先行，资源要从哪来，似乎也是个大问题。对啊，他现在人在里面。来，这个张将军，你是副主委对不对？我是副主委，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这样子，我们副主委，我们是没有钱的，我们都是义工，都是这样来的。那今天黄女主委他卖了房子，拿2000多万出来，他原来是出钱出力，对，出钱出力，他也没，你看他是负收入，他2000多万都不够，他还要卖另外一栋房子，或他一直拿出来啊。这他有多少房子，他有多少钱？我认为黄女主委在这方面，他的胸襟、他的嫉妒，还被关起来，对，还被关起来。这完全他没有任何的收入，没有任何的盈利。你看，为了这个状况，那我们先来看，就是戴宜清议长，他时间你要去分，他要在开会，然后他要不要跑地方行程？要，他要不要负责去筹钱？要，那事情他更多了嘛，他的责任更重了。所以他在这方面呢，我认为他的负担、他的压力应该是蛮大的。但我认为这个大罢免没有正当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为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建议政府是不是把这个大罢免把它停止？刚才不是讲到团结10讲吗？先团结，先停大罢免，再谈团结。不停，你要不停止大罢免，那你谈团结，那都是骗人的。那对不对？人前喊团结，人后在那开枪，对不对？人后在那杀人，这不对的嘛。我们是不是要去把政府要搞正办？要不是去打诈骗，我们都知道诈骗人那么凶，1年1000多亿被诈骗掉，还有黑数嘛，还有人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少子化那么严重，我们知道上个月我们才出生的这个婴儿才8000多人呢，不够怎么办呢？我们少子化严重，赶快去处理啊！只有10万呢，对，就大概这样子。以前最多1年是42万呢，因为年轻人活不下去，他怎么去生小孩？他养不起自己，怎么去养小孩？一定先顾自己再养小孩，是这个样嘛？然后另外的，现在我们去年的自杀率，2024年。我们的5000多人自杀走了，离开这个世界，
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政府你看让人民那么痛苦，我们现在讲的这些自杀完成离开人间的是这个数目，没有自杀成功的多少？更多啊，这都是问题。政府怎么不去面对？我认为这才是，你不要一直挂政治搞大罢免。赶快这卫士们这5000多人要离开世界，而且是列为10大死亡之一，变成这样，房价又那么高，居高不下，太多问题了，就政府去面对。讲那个长毛象、猛犸象，那个没有意义的。真正的嘛，我们讲到两岸的历史文化、血缘、语言、文字，要从这方面来看嘛。政治是一时的，我认为历史是长久的，要从历史来看问题，看着，然后还要从地缘战来看问题。我们跟中国大陆就那么近，最近就是不到140公里，平均的距离才200公里嘛，要从地缘来看问题。那今天政府为什么不面对这些？也控制整个媒体搞大罢免，然后控制了整个的行政资源搞大罢免。对不对？让这些6000个权贵每个人出钱出来啊！所以你看这些罢免的这些走路工，这些钱怎么来的？这看板的钱怎么来的？宣传车的钱怎么来的？都是这些钱嘛！这都是我们老百姓小一点，而且搞这大罢免要花几十亿，几十亿搞长照不是很好？几十亿给年轻人，或者是给年轻人创业，或者给这些学校的学童的搞营养午餐嘛，吃个便当嘛，这不是很好吗？要把这钱拿去花几十亿去搞大罢免。这不完全不合理嘛，对吧？我就认为这个，我认为赖清德应该要回头是岸嘛，应该是这个样嘛，应该学来乐嘛，这我们更应该讲嘛。那我们补下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台北市，我们现在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很多都是国中小学，他暑假大翻修。刚好就市政府要他们去做维修的事情啊，这个弄一弄，没有场地啊，所以投票所就跟以前可能不一样。那有些人就习惯我在这里投票啊，这是反罢免的，我在这里投票，他想说我要走900公尺，我要走1公里，因为换了新的场地，那个就让我没有办法去投。但是那个要罢免的人呢、你不管放哪里，他一定去啊，因为仇恨值啊，这个相对就很不公平。现在是面临到我们5位都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个没有学校可以办这一次的大罢免。第二个我要强调的，真的赖清德这个，你说现在已经走到这里来，要让他说停掉大罢免，他也没有权利来说，中协会你停，不可能。他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有助团结，民进党不要介入。公开讲，民进党不要介入第3阶段，让罢团自己弄，这个就可以有助于团结，否则能给啦。不可能啊，是吧？他只要讲说这好，这个100%是民间团体，民进党不介入，这才是真正的对团结有帮助，否则真的都是假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吧，郭玉琴哦，他这2天最红了，比赖清德还红，因为呢，他看到一个年轻人在自拍，哦，他认为说呢，这个是拍小孩，哦，然后呢就去问这个路人说你在干什么？你拍谁？哦，不，你这个也到这里也就还好的意思是说，你也许说我做个妈妈，我有点担心，你去问，那个人也跟他讲说我在自拍，给他看他拍的。是给你看的拍的，那就够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不行，还给他这个直播，说他是鬼祟男，还给他取名叫鬼祟男，哦，那而且说他没有大陆口音，有大陆口音又怎样呢？有大陆口音又怎样呢？你是在你在团结，赖清德不是叫团结吗？哦，然后呢说他要下抖音播，抖音又怎么样？台湾多少年轻人看呢？哦，所以这无聊，就是我常常讲奇怪的。他一个绿脑一上身哦，他想别人都想成那样哦。好，那么这个还开始还不肯删哦，或者因为网络上一堆人去，就是你这因为对年轻人来讲，自拍是很普通的嘛，他什么都在拍嘛。我看有些那个直播主拍他吃饭都很多人在看，你问我也觉得，什么吃个饭有什么好拍的？运动哦，干什么？很多人就这边在公园里运动，你看很多人就配着自己在那边，对吧？哦，当然。有人爱看呐，那怎么办呢？
哦，听说这个鬼祟男哦，听说鬼祟男网络这个点阅率超过1倍以上，对啊，立刻就红了哦，好不好？粉丝加倍。这个苏一峰意思就说呢，奇怪了，那民进党眼里面别人都是共谍吗？但是这样子吗？哦，而且是公审路人呢，哦，所以有一句话叫做“通往地狱的路是善意铺成的”。他说我好意啊，但是好意你结果是搞得人家影响别人嘛，哦。那另外呢，这个沈伯洋、郭玉琴说他们组守卫台湾战队，哦，那今天呢，把人家的路人当成一个中共同路人，所以呢，你就操弄意识形态，滥杀无辜嘛，哦，那总是夜路走多了会碰到鬼啊，你碰到不是嘛，你就搞人家干嘛呢？哦，那民进党委员啊替这个郭玉琴缓颊说他已道歉了，第一时间不是第一时间了，什么第一时间？哦。那所以呢，他们说是因为大罢免才道歉啊，因为怕影响到大罢免，怕被尤其年轻人，你这搞他干嘛？直播主一大堆哦。那说呢，尤其这个直播男哦，直播男，他曾经在陆战队服役，他今天干嘛呢？今天到区公所领那个什么召集令，都要把他召集去哦，役男嘛。他在特战队服役跳伞，那个伞还把他脸划破了哦，脸还有疤。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要说他是大陆人，要到大陆去直播哦，到抖音去直播。所以这个人说了，好吧，郭玉琴既然道歉，他接受了，但他说蛮悲哀的了。台湾人怀疑来怀疑去，你怀疑我怀疑你，人人自危哦，人人怀疑人人哦，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哦。那另外呢，游淑慧说呢，他其实呢是猎巫秀，早就预谋，他讲了很多理由了，说早就预谋啊，而且呢还被这个所以粉砖啊酸说他以前 PO 着也有很多小孩啊，看到没有？那你现在说小孩不能怕上网哦，对小孩不健康不好，那你以前搞一堆小孩上去，你不是其他小孩也在上面呢？哦，然后不好不能拍到小孩的脸，那你自己呢？哦，那法务部就是说在立法院被问了，是应该顾及隐私了啊，讲这也是不痛不痒的话了啊。那所以呢，怕会青年世代会集体反感。哦，青年世代蛮喜欢看 TikTok 的啊，青年世代蛮喜欢自拍的啊。那你是怎样？你是活在平行空间吗？我们看一下。台湾不是号称一个民主进步的地方，但却自己要搞成这样，大家都会怀疑来怀疑去的，很不和谐的感觉。感觉很不和谐。所谓被怀疑的滋味，镜头前的吴姓男子有着深刻体会。可以问一下你在拍什么吗？你在拍什么？我要拍我自己。因为就在21号，这名男子用 TikTok 在公园自拍直播，却被民党立委郭玉琴制止。事后还发文表示，告知警政署要大家多注意这些奇怪的事。健身完，然后去警察局拿我的教招令，然后的路上想说要不要买饮料，然后被他叫住。他的标题直接下，鬼祟男公园偷拍小孩，然后郭立委出面喝止，就有点不太舒服啊。澄清与所谓境外势力毫无关系。接着郭玉琴的提问下方也涌入大量网友为直播主抱不平，质疑为何连拍自己都不可以，就是善意的提醒，但是现在是被很多的网友就有点无限上纲了。眼看风波越演越烈，22号晚间，郭玉琴态度大转变，除了删除影片，还发文道歉，表示他只出于母亲直觉，让对方觉得被冒犯，怀疑，愿意向当事人说声对不起。认为他所受到的感受不舒服这个部分，我们绝对尊重。那也很感谢玉琴委员第一时间的道歉。遭受莫名指控，在立委道歉之后，选择退步，海阔天空。至少感谢的。感谢他道歉，谁感谢啊？是啊，不奇怪，你感谢什么东西呢？来，院长，这个理论上就法论法了，就立法委员只有在国会享有言论免责权，除了立法院没有，所以这是公然侮辱。哦，人家长得正正当当，而且是海军陆战队的，我佩服啊！我只是经理官管后勤，他都跑到前面去，佩服你。你说他鬼祟男，这是公然诽谤。他长得一点不猥亵也不鬼祟。人家正正当当，他是军人，而且不能以貌取人嘛。是啊，你这个东西不，他长得也挺正向的。所以我说这是一种，这叫公然诽谤罪，他不是。另外就是你立委以公众身份去做公开的直播和公开的贴文跟质疑，已经超出合理的，我这边写法律上是自我安全防卫的范畴，这第一个。第二个，
你直接连接到共谍跟中共同路人，这已经超过了啦。你不能讲说哦，这个这个男人共谍不都在总统府在行政院在外交部吗？你不能认为这所有台湾人跟你不一样，就是间谍情深，每个都是间谍，没有那么多间谍情深的啊。那么第三呢，在法律上，目前法律上对公共空间的拍摄，它并没有很明确的法律规定说在那个地方附近不能拍。所以法务部次长的回应基本上已经间接示范不要做扩大政治解释这个部分了，因为我们在空间拍摄上没有法律规范，没有明确啦。那么可是，在民间上，特别是因为大罢免因素把这个老百姓的感情都撕裂，变成敌我，这不好了。最后一点，我看着为什么这样，因为跟大罢免有关，现在紧张时刻，每一个都要求表现嘛，所以恐怕在负责推动大罢免这一方会有集体的防谍恐共症或者恐惧症的扩散，因为把抗中保台长年以来嘛，所以有时候我弄不清楚是抗中保台还是抗中保台独，是哪一个比较准？因为抗中未必可以保台，但可以保台独，这我确定啊。所以刚刚赖总统讲说实讲，实话实讲可以，但实话虚讲就不用了。而且说南岛人，说我们是南岛人，真是难倒大家了啊！我们难倒大家所有众人啊。所以第二个就是民意支持跟社会疲劳同步发酵，就是大家会累的。也就是说，因为政治的因素，把台湾的民众内部做分裂，连《经济学人》在6月1号的初刊的杂志就说，台湾现在是外部孤立，内部自己撕裂，是我们自己撕裂自己，这不就是一个情况吗？最后一点就是，这已经有点在政治上的走火入魔的味道，就是制度化的恐惧症，为了老百姓恐怕寸步难行。第二个就是安全治理的扩张性。你国安的逻辑渗透了所有日常市民的交往，当然很害怕。最后是言论自由，现在看起来是萎缩的啦。最后一点就是，刚刚将军提得很好，我做了统计一下，就是我们从6月15号到6月21号，每天被诈骗的金额是2.92亿，那2024年平均每天是5.1亿。你看这么多钱骗来骗去的，如果赖总统或者是这郭玉泉委员能够把心力放在这里，那我想对于台湾的民众帮助会更大。去抓那个骗子好了，去抓那个骗子。好，因为大家讨论，今天网络上最热是这个，我们下一节还讨论这个。好，那么郭玉琴指责别人啊，那到底？而且还打电话，人家已经给他看了，说我没有去拍小孩，给你看拍我自己，他还要去这个还要通报警政署，我又不知道他做什么。嘉宇，你觉得？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当然自拍或者是直播是可以说是生活跟日常，任何人都是直播主。像我吃饭也常常会拍照嘛，然后就是对大家的生活都是这样，所以你除了唱歌也吃饭也拍就是。对，会宣传地方的美食啊，我想大家也都会嘛。他吃不着美食，介绍地方，对，所以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会觉得说这个已经是台湾人的生活了。那郭玉群委员当然他也是基于小朋友的隐私等等的问题，他发出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但是问题就是说，他的照片上其实也有做一些马赛克，他只是告诉大家说要小心。那当然对当事人来讲，确实也因祸得福，这个直播主后来这个大家也都去看，流量也增加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避免这样子的一个冲突跟误解，因为毕竟大家还是希望说台湾是一个非常理性和平的一个地方，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未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其实都可能引发对立或者是其他的争执。那我觉得要更小心的去求证，否则发生这样子的风波，可能这一次还算是一个圆满的结果，因为对直播主来讲，他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可是如果引发的是其他的这个效应，可能就对彼此都不是一件好事。那郭委员其实第一时间也删文跟道歉了，我想他也觉得说这件事情他也有疏失，所以未来应该会更加小心才对。不是我觉得郭玉琴根本没有在第一时间道歉啊。他是在网络上延烧了1天之后，才勉强出来删文道歉。而且我觉得刚才民进党那个书长那个陈培宇，他讲的什么？还谢谢郭委员道歉。那应该是民进党对这一位直播男表达歉意，不应该用这种检查言论的手段去对付这个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而且你就耍官威啊，别人已经给你看他的内容就是自己自拍。
自己自拍自己吃东西要去找，我看他是为了在附近找东西吃，要去刚拿了这个征召令。好，那个男的是从健身房出来的，健完身，然后觉得很渴，就想去找颗饮料，买饮料，但是又觉得说。买饮料呢，好像又不符合健身的原则，所以在那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就拍自己。他这个拍就把自己的感想也要讲出来嘛。我这样的，结果呢就被人家讲说你是什么？对，那我觉得他已经给大家看了，那你觉得他打电话给警政署？那你就这个就耍官威吗？如果他真的内容里面有有侵害到他人的权益或侵害到他人的隐私的话，你这内容当然这样可以当场举发啊。而且我最莫名其妙说怀疑人家是什么是这个大陆口音，没有，他说没有大陆口音，没有大陆口音，没有中国口音，没有中国口音。那你说，那你去看人家这个什么中国口音，怀疑他，后来说他没有大陆口音了。对，然后所以你就变成说，他虽然他没有大陆，但是。他还是你这样，民进党整个的心态就是他在所有的在路上找敌人嘛，让任何一个人跟他看起来对他看起来不顺眼的，怀疑他的，他就去检查人家那个言论，检查人家手机啊。我觉得这种心态是非常非常恶劣的。然后呢，熬了一整天，才出来才出来道歉啊。我就觉得。郭玉琴要不是因为大罢免在即啊，我真的觉得他搞不好连道歉都不愿意。民进党还要感谢他道歉，来。我觉得首先他说什么有大陆口音就没有中国口音，就好像觉得说没什么那个。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陆配可能有各地啊，湖南、湖北、江西啊，有口音又怎么样呢？本来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要更伟大，叫包容嘛，是不是？就是要包容嘛。好，我服兵役的时候，很多那个士官长都是有口音啊，四川什么口音，人家保卫台湾保卫了一辈子啊。这个第一个哈，第二个，我们以为说这是那种所谓的什么青苗啊才会做的事情，没有想到立委会这样做，我是非常的惊讶了哈。那我知道之前还看到一些新闻啊，包括有一个谁的妈妈在高铁上面拍啊，她可能刚开始学用了什么软体，然后她看包粽子什么的，很高兴。后来有一个男的也是这样去在高铁去这样说他你是不是要在拍什么？那就是猎巫了哈。然后那个女儿后来那个男人发现后，他愿意道歉，那女儿不愿意接受，他说我们还是要告你。因为他说他妈刚刚会用手机这种，他很高兴要分享他第一次全家一起做粽子的一些什么的想法。然后上次还是一样有一个人，我听到另外一个人在捷运上，他在上面可能是在看影音，然后旁边人就跑来说：“你这干嘛？是不是在做什么事情？就是也是猎物。”那个人说：“我是主张台独我是台派的。”后来我觉得更严重的是，我们刚刚还看到一点刚刚我看到沈博阳对不对？我刚看有一个手板写沈博阳跟郭玉琴，还有那个谁。还有王一川不是组织那个什么台湾守卫台湾战队吗？是不是？刚不是有一张吗？有。那这张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这张好来讲一下他说他们组成什么？这些都不分区的啦民进党不分区，叫做组成守卫台湾战队。守卫台湾战队。那守卫台湾战队的资格是什么？大家知道吧？大家记得沈博阳之前他爸爸不是中国的台商，大陆台商吗？然后大家不叫红孩儿吗？那现在郭玉琴呢？大家看郭玉琴。郭玉琴在他的研究室门口贴了一个共匪不灭誓不罢休表示他很反共嘛。但他之前他的助理好像是他的助理好，那没关系。那么来看一下这维基百科上面的他的先生叫做林宣庭嘛好，这是他跟他先生的合照，没有错。大家看一下林宣庭先生嘛，他的先生。好，他的先生在哪里呢？他的先生在中国大陆做生意。之前的他今天这是样板这还是被当成样板在中国大陆电视上出来厦门自贸区。对，在厦门自贸区。产地在厦门自贸区。然后呢，说这特别出来讲，你看，原本来4-5个月才能拿到的审批许可，如今呢只用了1个月，真没想到这么快。那这个大中华不要在公司大中华区总经理说，什么时候？2019年上去6年以前不管嘛沈博阳他爸爸可能也是哪一年不管嘛那反正就是说，单这个你看这个因为这样及时快，现在意思他会被上电视采访，就表示他是大陆觉得是可以样板嘛他就当人家的样板嘛然后再做这个事情，然后他是这个公司的股东嘛，资料在这里都有，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在大陆做事情不对，实际上也是不是错的事情，但是不像民进党都是这样子吗？所有的守卫台湾舰队要么爸爸在大陆做生意，要么老公曾经在大陆做生意王一川有没有？说不定也有，所以不知道了，也说不定没有，不知道。反正总之就是你们都是嘴巴都这样说，然后反对反共什么什么要抗中保台，自己都在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如果这一次大罢免真的让民进党成功的话，我们下去不用怀疑，下去可能民进党过半他就会立法，
以后他会被禁止在路上直播，然后还会立法，然后禁止使用抖音，一定会立很多这样莫名其妙的法令。我们觉得不会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因为他们只要都有人在大陆做生意，每个人都说抗中保台。先别忘了哈，他们最痛恨的是什么？他们最痛恨的嘴巴讲了哈，抗中保台最大的声音是什么？哦，用中国台湾不得了啊！中国台湾矮化台湾，可是他们的人都是用中国台湾呢。沈伯洋的爸爸用中国台湾，郭玉琴老公用中国台湾，他怎么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就觉得说你都干这种事，然后你这大声挞伐，在大陆做生意合法的这些台商，你就给他扣帽子，然后呢，只要不同意他的意见，你就扣一个中共同路人。我觉得这个是现在整个大罢免氛围下来，台湾整个是撕裂的。最后一个我一定要强调，各位你可以想哦，今天他启动大罢免，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保证明年2026选县市首长跟县市议员，2027就有大罢免了。然后再过来2028选立委跟总统，2029又有大罢免。以后台湾呢，每年都选举啊，其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郭玉琴这个在大马路上毫无根据的这个内务啊，刚好戳破了这个赖清德总统的这个团结思想。你看他那现在讲团结啊，结果他这个郭玉琴在做的是什么事情？对立耶，在内务啊，像是文化大革命，他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去找敌人。然后现在你看沈伯洋被称为这个红孩儿，对不对？因为爸爸在那边赚钱，现在应该叫郭玉琴叫什么？红娘子是不是？红娘子，老公到那边赚钱，结果还扣人家这个红帽子，是多离谱的一个事情。民进党现在是老是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然后用贱人的标准去原谅自己。院长，这个如果这个红娘系